大家晚上好，有人看到我了吗？今天好像背景有些问题，所以我们就没有背景吧。进入，先让我去发一个推啊，我们是早开始1-2分钟。然后这里再稍微等一下啊，再稍微等一下。好，我们开始今天的直播。打算入手新款的 iPad 嘛？这个感觉这台能用个6-7年。关键它是这样，就是你现在你说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应用用 M4呢？对吧？这个你有想过这问题没有？它这东西很贵啊，新的 iPad Pro 非常贵。我看好像是全血 M4，大概只有1T 的和2T 的是那个全血 M4，然后基本上是奔2万去了那东西。然后你现在又没有任何应用可以在 M4上跑，对吧？这个没有任何意义，这事儿。iPad、iPad Air 这两个现在没有 iPad 了吧？现在应该是 iPad Air 和 iPad Pro 这两个，不像 iPhone 27这样数字结尾。对，现在应该是 iPad Air 和 iPad Pro。对，但是 Air 呢，现在是 M2芯片的，Pro 呢是 M4芯片的。然后这个谁，提姆·库克他们好像已经道歉了，就是他们新拍的那个广告，把各种美好事物啪的一把全压成扁片儿那个，说实在是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不适啊，然后撤回这个广告，然后跟大家道歉。现在这个很容易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点赞点赞，感谢。这个有人买就 iPad 了吗？有人卖就 iPad 吗？这个现在好像大家真的没什么动作啊。金子睿，你好，你好，你好啊！这个大家一起点赞，来乐，点赞，对，周末好。M2的在用啊，感觉还能再战5年。你关键我们家的 iPad 是在上一代的 A 什么的那种 iPad Pro，然后除了看视频之外没什么用啊，那东西，对吧？我也不可能拿那玩意儿去剪视频，所以我完全搞不清楚这个 M2跟 M4这种东西到底在上头干嘛使。看了 M4 iPad 的价格，我只想说，我的下一台电脑还是电脑吧。对的，它那个价格，你想，它 M4的那个 iPad Pro 最高版2万多，对吧？那我直接买 iPad 那个 M4的这个 MacBook 不就完了吗？MacBook Pro 这个没有任何必要，它这个。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必要啊。这个美国封杀个境外产品走流程真麻烦，中国封杀谷歌、Twitter，这个好像没走人大政协。美国以谷歌、Twitter 被封杀为由，对等报复，难道不行吗？啊，这个朋友啊，这个你应该是头一次来我的直播间吧？以前没见过你的名字啊。首先，我们从来没有封杀过谷歌和 Twitter，对吧？我们只是要求说，你只要整改的符合我的法律要求，你就可以来，对吧？只是呢，他们说，我整改了，是这个成本实在太高啊，进去了以后实在挣不出这笔钱来，他们就不来了，对吧？它就是这么简单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规则都在这儿，虽然规则可能稍微模糊了一点，
不是那么清晰明确。但是呢，他们最后是自己决定说，我就这个不再努力了啊，他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至于说对等这件事儿呢，这个人是不能比烂的啊，这个比烂这件事儿是没有意思，你烂我比你更烂，对吧？你怎么可以这样来做呢？剪辑 H265，确实苹果 M 系列性能很强，但是专业人士，并不太喜欢用 H265。但是剪辑甭管你用 H 什么吧，其实我是用 H265的，但是呢，这个你用电脑更好使，对吧？它这个在 Pad 上真的不好使，而且1T 以下是残血式啊，这个所以真的没必要。操作系统不改 macOS M10都没用，对的。你比如说吧，我用的剪映，剪映呢，在这个Mac 上用的就是叫做剪映专业版，然后呢，在 iPad 上用的就是剪映的手机版，它两边的操作完全不是一个玩法。残血版砍小核能理解，砍大核也没谁了。嗨，原来我还想是不是换一个 iPad Air 呢，结果一看低刷屏，这彻底就懒得动了。对，这个就是它虽然是 M2对吧？但是这个低刷屏这个实在是很二这事儿干的。啥时候讲讲二级市场投资？平时老讲一级市场，那我不懂这玩意儿，那咋讲啊？这不能骗人啊，对吧？那个东西是真不懂，而且也没有任何研究它的兴趣啊，所以就不会跟大家讲二级市场的事情。呃，好，我们要准备开始讲今天的故事了啊，这个。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今天咱们来讲一讲抖音起诉了美国政府，同时还跑去叫 Meta Gala 是吧？应该这么念吧？去走秀去了。事情呢是2024年5月7号，抖音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提起了诉讼，而且已经被受理了。这个美国的法院呢，我估计是这种联邦法院是在各个地方去巡回了。然后他为了能够起诉美国联邦政府，所以他一定要去联邦法院去告去。然后呢，这个哥伦比亚特区应该就是华盛顿 DC 啊，就是跑到那儿的这个联邦巡回法院去上诉去了，而且已经被受理。但是这种案子呢，大概率最后在这个巡回法院是搞不定的，那么就还要送最高法那么这个事情就会变得比较遥遥无期。而 TikTok 的诉求是什么诉求是裁定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程序法违宪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对吧？这是他们需要去诉求的事情吧。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程序法，要求在1月19号之前，TikTok 必须完全剥离否则封禁。那么现在 TikTok 已经讲了，包括张一鸣，包括字节跳动，所有人都讲了，说剥离是不可能剥离的这个事儿一点可能性都没有。而且为了提交所有的这些信息他也把整个公司的股权结构也都拿出来了。张一鸣占20%多，然后外面的一些机构占一些，然后员工占20%多，对吧？它是这样来去组成的一个完整的公司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剥离呢？大概是3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的原因呢，叫技术原因，就是 TikTok 现在使用了大量的中国的技术，包括抖音的技术，包括很多字节跳动、头条的技术都在使用那么这个事情我们没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它拆开，然后重新做2套这个事儿没办法。然后第二个呢是业务上业务上因为大家使用的销售系统、使用的广告系统、使用的很多的业务推广和这样的这种系统都是统一的你要想把它完全剥离出来，就需要整个重建一遍。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案例，它里头有一个系统叫做履约系统。什么叫履约系统？就是你卖完东西以后，要把东西给你送去，然后确定你收着了那个系统叫履约系统，都是统一的那你说这玩意儿咋拆？拆不了，至少是在1年之内我是拆不开的，而且拆开了以后，它整个的成本会上升非常多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作为生意来说，它不划算。然后第三个是法律上法律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种拆分而且需要向美国授权大量的这种技术的情况下，是需要中国政府同意的。那么中国政府现在已经说我不同意，对吧？而且现在已经明确表态了，甭管是驻美国大使还是中国的各种外交部发言人，都已经明确表态了，我们不同意，对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技术上、业务上、法律上都拆不开那怎么办？这个事情就只能是封禁，就是1月19号到日子我们就滚蛋只能是唯一的解决方案。那么他说这是史上第一次制定了一项法律，将一个特定的言论平台置于永久的全国禁令之下。以前从来没干过。你比如说，我现在要制定一个法律，封闭一家报纸，还是制定一个法律去这个封闭某一个网站，原来从来没干过，这是第一次制定一个法律，要完完全全的封禁一个言论平台，而且是永远的全球封禁全国封禁这个事儿头一回。那么现在呢，诉讼是已经交上去了，但是这个事儿呢，肯定是刚刚开始了。那么诉讼的焦点呢，第一个是言论自由说你把 TikTok 封掉了以后，到底对言论自由有没有伤害？这件事情呢，其实是有争议的。怎么争议呢？第一个就是说我是不是离开 TikTok 就不能表达言论了？我是不是在其他地方依然可以表达言论？那么这个事情呢，你比如说我到了其他地方以后，发现是不是这个亲巴勒斯坦的这个言论就发表不出来了呢？或者有一些言论它的审核标准是不一样，因为平台本身是有自己的审核标准的嘛。那么 TikTok 有一套审核标准，那我是不是离开 TikTok那么它这套审核标准可以露出的这些言论就没有了？这个事情呢是可以这样去讲的这个不就是任何平台都有自己的标准这个是无可厚非的那么所以把 TikTok 封掉了以后，是有可能会产生这种言论自由方面的缺陷的这个事儿是这样。然后第二个呢是国家安全，国家安全这一块呢，大家要知道，推荐算法本身是个黑盒子，对吧？我们没有办法说去信任一个推荐算法，特别是像 TikTok 这种八面玲珑的推荐算法，你没法信任它。它还不像 Twitter 似的，Twitter 的推荐算法相对来说是简单的。马斯克说：“我可以整个把 Twitter 推荐算法放在 GitHub 上，你自己看，你觉得哪儿不对，你告诉我改去，对吧？”他可以搞这样的事情，最后大家看都懒得看了，对吧？那个 Twitter 的推荐算法放在 GitHub 上的那个仓库，我去看过。上一次更新是9个月之前所以他压根儿他就不动这玩意儿。甚至是什么呢？马斯克实际上是假开源嘛，就是他自己推特推荐算法，我相信这段时间一直在改那么改来改去，实际上都没有同步到网上去，也就是做个样子，对吧？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美国人说我就信了，那怎么办呢？我就这么相信了那你 TikTok 这样的东西，它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人相信说你这个国家安全，对吧？是得到保障的我的推荐算法完全是公开透明的，对吧？这个事儿是没有办法去举证的，对吧？另外一方面呢，TikTok 说，哎，你举证你说我到底哪儿干坏事了，对吧？对方也举不出明确的证据来，说我怎么来举证，说你具体是怎么去做的一个什么坏事儿，对吧？有些人说，哎，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证据是这个比如说某一些美国主流媒体上的这个新闻，对吧？它这边露出的比例就会降低你这个 TikTok 这边就会上升那么 TikTok 完全可以讲什么呢？说这不是我的问题这是美国民众自己点上去的，对吧？我们这个是都可以解释得通的，但是这件事情呢，看有没有人相信了所以美国人就说我就不信了这事儿我就不信了。然后呢，你再怎么举证我都不信，对吧？TikTok 就说那你真说一个真实的证据出来，我到底怎么伤害你了美国政府也举不出来这是第二个问题。然后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是否违反宪法这件事儿呢？我觉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就是你说违宪就违宪这个事儿肯定是不对的，所以最后呢，只能是请这个几位大法官上去投票然后到底是违不违宪，我觉得也没有任何其他办法。这个我觉得美国这点挺好的就是它每件事情不是说非黑即白，一定是有对错。他们最后你比如说甭管是大陪审团也好，还是几个大法官也好，然后坐在那儿举手投票，我们举完了以后这次就这样了，对吧？这也是一种方法。那么是否违宪这件事情，只能是到最后去大家痛陈利害之后吧，然后最后去举手。
那么现在真正要争取的是什么？是不是这些大法官们来，你给我举个手吧？啊，这些大法官我们要知道，他大部分实际上都是川普任命的，啊，都是这个共和党川的统领任命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是不是有可能举手就是说，哎，我们就推翻这件事儿，对吧？就直接裁定这个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程序法违宪就完事儿了。这个没有那么快啊，大家要知道，正常情况下这种法律纠纷都是要几年，甚至是十几年，对吧？美国各大公司的那些反垄断案，基本上都是十几20年这么慢慢拖下来的，但是他这个肯定拖不起啊，对吧？1月19号，2025年1月19号，你必须得拆，必须得停了，所以现在真正在争夺的东西叫时间。这个拜登呢也真的是比较奇葩注册了 TikTok 账号，然后在大选期间拼命的宣传，大选之后再把 TikTok 封了或者说甭管他选上选不上，反正这个钥匙在我手里头，我最后决定是开锁还是关锁这个也就没法整了，对吧？下一班甭管是谁拜登手里头都是有最终的主动权的1月19号我给你封了，哪怕1月20号川的统领上来说，来我们再把它打开，我估计他也不能说直接把它打开，还是得等法院判，对吧？这个事情呢没有那么容易，法院的效率通常没那么高那么法院呢，其实几种状态第一种呢叫什么？叫直接胜诉，推翻法令。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在1月19号之前得到这个结果呢，有些难度这个事儿因为我自己对于美国的这种司法并不是那么了解，但是以过去看的各种的电视剧、电影看，这事儿没那么快第二个是什么？叫暂停执行等待最终结果。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会大一点，就是美国的这些法院审完了以后说，哎呀，这个事儿好像是有问题，但是呢，我没有办法做出一个最终决定，是不是先把它暂停下来你也不要上来就这个执行掉，对吧？我们等一等看，然后呢，我们等审明白了、想明白了以后再往前走可能会走这样的一条路。然后这个呢，我觉得可能才是TikTok 在努力争取的东西。然后第三种情况就是法院执行了TikTok 真被封了那么真被封了呢？1月19号封了以后，那就只能继续上诉一直到把这个官司打完。那么最终呢，又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败诉了你最后打完了官司，说这个美国政府就是对的把你干掉了，挺好的这个其实还要看最后宣判的时候到底谁在台上，那个时候中美关系怎么样这个事都要看。那么如果最后胜诉了，比如说你也给我封了，封完了以后，比如又打了5年官司，最后我赢了，那这事儿你要求赔偿，这乐子就大了，这得赔多少钱，对吧？这事儿没法整的那么再往后这个现在呢 ，TikTok 除了自己在起诉之外，应该已经在开始组织各种各样的集体诉讼与法律救援什么叫集体诉讼和法律救援？就是它的平台被封受到损失的人是非常多的。一方面是 TikTok 自己或者字节跳动自己肯定是会受到巨大的损失，对吧？一下砍掉多半的市场。然后另外一块呢，就是 TikTok 的所有投资人，对吧？这个字节跳动里头大概有20%多的投资人股份是在投资人手里面，然后这些投资人大部分是美国基金、美国公司、美国的这些富豪。那么他们作为这个投资人因为美国的一些法律受到了损失以后，他是完全可以起诉政府的。那么这件事情接着来再往后网红我原来是 TikTok 上的大网红，你让我换平台我的流量都丢失了，那么这个也是可以去起诉的原来你可能自己去起诉你就觉得累了这个可能只有几个最大的会去，现在就不用了，我们可以组织集体诉讼然后呢咱们组织起来一块儿去，然后大家只要是我给你写个信，然后你给我签个名回来然后我们一起去起诉美国政府这个也是可以去干的。然后商家我在 TikTok 上卖东西的也有几百万人对吧？这个那么这些人因为 TikTok 平台关掉了，然后我遭受了损失，对吧？这个甚至一些买家，对吧？他都有可能说，我买了 TikTok 上的东西了，最后 TikTok 关了以后没有售后服务了那么他也会遭受损失。那么这些人就可以去做什么呢？这个叫法律援助或者叫法律救援什么呢？我自己一个人起诉我请不起律师我折腾不起。那 TikTok 说来我出钱，我给你弄这事儿去，对吧？我们把律师给你派来，然后你只管是确认就行了，然后我们替你去起诉去，这个叫法律救援。
然后各种诉求相同的小受害者组织起来去做集体诉讼，然后比较特殊的个别诉讼困难的做法律救援啊。Twitter 其实现在在干这事啊，就是 Twitter 法务部现在就在组织起来，给所有因为在 Twitter 上发表这个言论，然后被举报或者是被这个受到损失的这些人去做法律救援，这是马斯克干的。现在 TikTok 应该也会有样学样，接着干去。那么做这么多的诉讼起来有什么好处？第一个呢，就是把声势拉起来啊，不能说你封了我，我就来告你啊，这事儿是肯定是没有那么大的声势啊，要把更多的人组织起来。你说你损害了这么多人利益，不能光说说，对吧？这些人要这个委托律师，每一个人都要把诉状交到美国政府那儿去。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每个诉讼的背后都会有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对吧？很多事情说，哎，你这个封掉了以后，说这个具体是1点几亿的活跃，然后几百万人在上面去做生意，这个呢都是冷冰冰的数字。但是当有一些，比如说因为 TikTok 被封掉了，某一个人啊，他比如说遭受了重大的损失，甚至是失去了生命或者失去了什么样的这样的遭受了这样损失的时候，他就会变成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而美国人特别吃这一套，对吧？你说我这个原来是100万用户，现在变成50万了，那美国人说这算个屁啊，他才不理你了啊！但是你说，哎，有一个什么什么的这个人啊，他原来很贫困啊，他可以通过 TikTok 然后去唱歌跳舞，然后避免这个在流落街头，然后避免去这个学坏，然后自己还可以有一定的收益，然后还可以救助家人，然后现在 TikTok 被封掉了，然后他在怎么生病，然后再如何如何，还是讲一个这样的故事。我相信 TikTok 这几百万人里头，就是在上面这些唱歌跳舞的这些网红，包括在上面做生意的这些人里头，你想筛选出一批这样感人至深的故事来，应该不要太容易吧，对吧？然后把这些故事再通过 TikTok 的手段，再通过各种的广告渠道把它宣发出去，这个才是真正的让美国人觉得很痛苦的地方。你就跟美国前头每年没有说这个黑人被白人警察给这个比如误杀掉了或者什么这样的事情，每年都有。为什么最后贵杀了，然后大家就闹起来，黑名贵，对吧？因为这个事情大家看完了以后心被触动了。那么这个事情是TikTok 要去干的。然后这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就是要将这个涉案金额和标的拉起来，对吧？你说现在这个东西涉案金额是多少？那最多也就是 TikTok 你到底值多少钱，对吧？然后你最后我算一下美国市场对你的价值是多少，给你乘一个 PE，就到头了吧？现在我们把所有的这些可计算的、不可计算的钱都给你算一块儿，我损失了，然后这个所有的网红这个没有地方去做他们的生意了，然后大家没法去发表他们的意见了，大家没法在上面做电商了，我们把所有东西都给你加起来，然后把这个标的拉上去，然后等到最后你要赔的时候，赔死你，对吧？他这个事情也可以去干，而且呢，有的时候真的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对吧？你也不知道哪块云彩下雨。咱们举一个案例，马斯克的薪水，对吧？最后因为一个很小的股东，就是只花了一点钱买了一股的特斯拉股票的那么一个人去投诉他去起诉他，最后薪水泡汤了。那么这么多人，我们把他拉下来以后，你不定谁家背后就藏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对吧？然后这个事儿他没准就成为了整个去压倒天平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就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所以现在在开始进行大规模的集体诉讼和法律救援这个事儿是应该在路上。这个另外一方面，就除了打官司之外，还要干嘛？TikTok 要在自己擅长的战场上高歌猛进他擅长的什么娱乐呀，对吧？这人家不是打官司的，对吧？人家是做生意的，人家是社交媒体，是娱乐媒体，所以一定要上去做娱乐相关的事情。第一件事是干嘛？去跟环球音乐和解。这个环球音乐手里是有大量的唱片版权，2024年1月31号所有的授权到期，到期了以后呢，谈判破裂。当时我们还录了一期节目来去讲说为什么谈判破裂，主要的分歧点，第一个是环球呢希望进行捆绑销售，因为这样大的唱片公司里头一定是有这种像泰勒·斯威夫特这样的
特别有名的这种大明星，但是呢，也有很多这种没有那么有名的明星，对吧？然后这个环球说你要买你都买啊，买完了以后呢，甭管这个歌在你那放成什么样，你都得给我钱啊，这是环球的要求啊。然后呢，这个 TikTok 呢肯定是希望降本增效啊，他呢愿意为大歌手付费，甚至多付一些都行。但是那些没那么有名的小歌手呢，他是不愿意付钱的，对吧？说你不能都捆一块给我，这事儿不行。所以呢，这个从1月31号谈判破裂以后就一直耗着，甚至呢，这个环球呢还起诉了 TikTok，但是呢，到2024年的4月19号，泰勒·斯威夫特的所有的唱片就直接回归了 TikTok，啥也没说就回来了。啊，当时呢就说这两边是在谈判啊，然后具体谈成什么样并没有官宣。到2024年的5月1号正式官宣和解了啊，这事儿搞定了，该签的字儿签了。然后呢，所有的环球音乐的唱片重新回到 TikTok 上来，环球音乐啊重返 TikTok，而且说了给环球旗下的艺人和创作者提供更高的报酬，这实际上就是 TikTok 给钱了吧？啊，原来环球要求的这个给捆绑销售这个，肯定 TikTok 是怂了啊，那我们就干啊！现在我有更重要的敌人，就是美国政府啊，那么现在我要去跟美国政府干这一仗去，请环球下边拿到钱的这些艺人啊，这个想一想你的屁股坐在哪一边啊，然后咱们一起去跟美国政府去唱反调去啊，这个事儿搞定。当然了，并没有到这儿就结束啊，后边还有什么？为了他们的唱片和歌曲提供新的推广和参与的机会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哎，我确实给钱给到环球了啊，也给到每一个甭管大歌手还是小歌手，我都给了啊。给完了以后呢，这个钱还会回到 TikTok 的口袋里去，干嘛？买量，对吧？你希望这个啊流量上升啊，你希望你的新歌手被看到，那怎么办呢？你来投放啊，向哪投放？回 TikTok 投放来，所以这个钱转一圈又回 TikTok 口袋里了。啊，这个就跟 GDP 上升那个过程一样啊，我给你10块钱买一东西，然后呢，这个你再给我20块钱把它买回去，GDP 就有30块钱了啊。他最后玩了这么一手，然后再讲了一个什么，就是提供行业领先的人工智能生成保护啊，这个呢就是字节跳动的一个新方向，绝对加分项。什么意思？就是有 AIGC 生成的啊这些歌手是这个内容啊，我们帮你去抓取。啊，这个是 TikTok 说我来承诺这件事儿啊，这是以前没有人承诺过的。哎，那么这是第一个啊，跟环球音乐和解了。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成为了叫 Met Gala，应该是这么念吧，MET:/GALA 啊，是成为它的首席赞助商啊。什么是 Met Gala 呢？是时尚界的奥斯卡，从1948年开始办的。啊，它呢是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MET） 是这个啊，然后呢是大都会这个艺术博物馆服装学院2024年春季展览，以及叫 Met Gala 慈善晚宴啊，它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大的活动。然后今年的主题呢叫睡美人，时尚苏醒，是从5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它每年的5月第一个星期一办的这个慈善晚会，是5月6号把慈善晚会开了。然后呢，现在大家在抖音上、在 TikTok 上、在各种地方，已经可以看到大量的这种慈善晚会上的一个奇葩的视频出来了，对吧？这个后面的展览是5月10号到9月2号对公众开放，大家可以去看这个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服装学院做的这个春季时装展啊，它就会不停的来展这个东西了啊。那么我记得看的最奇葩的是什么？好像是南非的一个模特，她把穿的那个裙子叫什么流沙裙，就是她整个衣服是硬的，然后呢上面沾了一层沙子。然后现在在抖音上，在这个 TikTok 上，在字节跳动，在各种能看到的平台上，你都会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姑娘，为了上台阶儿，完完全全是被一个壮劳力、一个保镖给抱上去的，而且那个抱的过程还不能这么抱啊，他得这么举着往前抱，因为你只要是碰到那个衣服，然后上面那个沙子会掉下来，所以他就是啊，在一个很长的一个台阶要上台阶嘛，所以他是先在楼下啊，先招手照相，然后呢由这个
保镖啊抱起来往前走大概几个台阶把它放下，然后其他的保镖在旁边围着啊，放下以后呢，然后他再招手照相，然后一直举到最上面，因为他那个整个的衣服是硬的，就完全没法动那个衣服穿上。然后走到最上面以后，然后把这个裙子下边给它剪掉，从那个拖地长裙变成一个短裙，他才可以伸腿开始做动作，对吧？是这样的一个现在四处在流传，就是这个叫 Meta Gala 上面流传出来的东西。那么它主赞助商呢，一般按照历年的这个报道出来的一些金额吧，大概是200万到350万美金之间啊。因为现在并不知道，就是他双方也并不是说我就公开出来到底赞助了多少钱，成为主赞助商啊，这个不知道啊，一般是在这么多钱啊。为什么是在这个范围内呢？大概前面苹果赞助的时候是220万美金，然后雅虎大概是给了300万美金，因为雅虎跟他们实在差太远，对吧？这个也不是说你谁给钱就行的啊，就是还是得这个看看你跟我们是不是有关系。亚马逊我忘了，好像也是300多万美金啊，这个就是大家都去赞助去啊，谁能蹭得上，这个都是莫大荣誉了。这个事情呢是在2023年11月24号官宣说，这个 TikTok 成为2024年的这个首席赞助商了啊！不光是 TikTok 啊，还有一个叫罗意威啊，是一个好像西班牙的一个奢侈品品牌，现在已经是被 LV 收购的一个品牌，就是他们两家都是主赞助商啊，而且这个不是给钱就行啊，这个大家人家也是要挑的啊，这个就是美国这个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是要挑的。这个愿意给钱的人非常多，而且也不是说谁价高者得知，你多给500万，给1000万，我们就要这个，没有这个啊，这个不像那个超级碗似的，对吧？当然，它这个除了一个叫 Meta Gala 之外，有的时候也管它叫 Meta Bowl 啊，也有叫碗的，对吧？这个超级碗基本上是那个价格好像是大家拍出来的这个现在呢，就是法案通过之后，这个拜登这边把法案签字之后呢，梅塔其实据说是曾经接触过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说我愿意给钱，你让我把这个位置替了吧，他们都马上不行了但是这个经过一番争夺之后，TikTok 还是守住了这个赞助商的位置历届都是谁赞助呢？就是中间这些什么 LV 啊、什么 GUCCI 啊，咱就不说了因为那玩意儿咱也不懂，对吧？历届的主赞助商2012年是亚马逊。2015年是雅虎，然后2016、2017年是苹果，2021和2022是 Instagram，2024年呢是这个 TikTok，2020年好像是停办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封面上你们看到的照片就是周受资夫妇去参加 Meta Gala 的这个照片。我爱参加这个慈善晚宴，每张门票75000美金，对吧？然后你们俩说我想挑个位置，接着给钱，他是这样来玩的一个东西。那么这是什么呀？这是学院派的时尚，要在年轻人的市场里边做推广，因为 TikTok 是年轻人的市场，对吧？他要让年轻人看到说，你看这个学院派，这个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这个时装学院，他们是怎么去设计时装的，而去参加这些这个 Meta Gala 的这些演员这些模特，他们也会很开心的在 TikTok 上宣传他们的内容宣传他们自己，然后在年轻人面前获得市场，这是他们要去干的。现在的 TikTok 在干什么？它其实是在孤注一掷就是我把最后的一把钱全烧掉最后就是死我也悲壮的死掉烧钱扩大规模，就是这个事儿我就继续烧我也不是说明天不行了，我今儿是不是收点手？不，我就接着往前烧哪能花钱我花哪儿去。然后用电商拉动跟整个社会经济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原来你就是个娱乐平台，就是个社交媒体平台，对吧？最多有点广告，现在不，我要做电商，我要做物流，我要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挂上，而且我要让美国人在这上面做电商，而且我要告诉他说，你看美国的商家，你可以把东西不但是在 TikTok 上卖给美国人，可以卖给全世界的人，甚至还可以在抖音上把它卖给中国人。对吧？我还有这么大的市场，他要靠这个东西去诱惑美国人说，来，你不能离开我要干这件事情。然后再往后再做什么？是在跟娱乐跟时尚圈发力，这是他们的老本行，对吧？手里有年轻人的流量，就是立于不败之地他靠内容吸引人，然后再靠人创造内容。所以我们前面讲的，甭管是环球音乐还是
这个叫 Met Gala 这样的事情啊，它都是利用手里的年轻人流量，这些甭管是环球音乐也好，还是 Met Gala 也好都是会愿者上钩你一定会上来的。那么制造更多的话题和关注度，对吧？这个是 TikTok 最擅长的，对吧？你想一场慈善晚宴，那是好像叫美国版 Vogue，他们去主办这个东西，然后好像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种号称时尚圈皇后这么一个人，对吧？他去整个组织了这么多场的Meta Gala，然后呢，上面所有的模特，所有的这些这个现场的这些视频都在各个这个 TikTok 的这个平台上面各个国家去疯狂的传播，数据好的一塌糊涂，因为确实大家喜欢看这个玩意儿，对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有更多的话题出来，那么大家会有更多的关注度。最后大家关注的不是美国政府是不是要封禁 TikTok，大家关注的是这个杨紫琼穿的是这样的衣服这个其他谁谁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这个还有一个人穿着衣服，这个必须动都动不了，必须要靠一个强壮的保镖把他举上去，对吧？那两个手插在胳肢窝底下，咔这么伸直了手把它举起来，然后放到下一个地方，对吧？大家还去评判谁的裙子好看，谁的裙子不好看，因为它每年是有主题的今年的主题是叫做睡美人时尚苏醒，对吧？有些人说，哎，你这个是不是符合这个主题？那是不是符合那个主题？还是怎么样？符合主题好不好看？对吧？大家会不停的讨论这些问题，只要有人在讨论，对吧？甭管你讨论的是什么，TikTok 都算达到目的了，对吧？那么最后在所有的这些力量加持之后，对吧？再尽量的在法律上进行拉扯，比如说按刚才我们讲的，他真的在这么多的 TikTok 用户中找到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那么这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就会有大量的流量在里面来，对吧？这个会跟这个故事一起走，甭管这个自媒体也好，或者这些艺人也好，你都得说一下，就跟这两天百度的这个于静似的，对吧？这样的一个事情，对吧？那大家都得说，甭管是我呀，还是我看看，基本上好像中文圈自媒体没有一个落下这事儿的，对吧？都说了。那么当 TikTok 发掘了一个这样的感人至深的故事，或者发掘了几个这样的感人至深的故事以后，那么他现在这些演艺明星们，对吧？这些时尚达人们，包括像泰勒·斯威夫特这样的人，他要不要出来说一句那说了以后，这个事情是不是就可以快速的演变成下一场的这个席卷全美的一种舆论风暴呢？这个事儿是完完全全可以去感受到的这个事一定是会发生的。所以这就是 TikTok 现在在干的事情。而且按照这样的干法呢，我觉得他还是有成功的机会的不是说一点机会都没有这就是今天跟大家讲的第一个故事，就是 TikTok 提起了诉讼，但是呢，这只是开始，真正他擅长的战场，美国法院包括美国政府、美国议员这帮人他没见过，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玩的，对吧？好这个我们来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晚上好，然后日语看不懂，抱歉这个还是看不懂。放开限购，末日前的跑路还是紧急抢救？哎，这个瞧你这问题问的多低级对吧？卖不出去就放开呗，这还用问吗？对吧？至于这个，你如果最后抢救回来了，那就是最后的抢救；如果没抢救回来，那就啥也不是呗。嗯，对，记着点赞我看看我们有几个赞了。我们现在有27个赞，好吧，27个也是赞。决战最高法已经不可避免了，我觉得是这个事儿，巡回法院估计是搞不定的。M4 iPad 发布之后，我看到 ZBrush 登录 iPad 的消息，可能 M4 对高分辨率建模更好了。但我从来不认为生产力工具就是你需要这个建模，需要干这个视频剪辑，需要做大模型，你可以在 iPad 上干。我还是觉得你老老实实整个电脑吧，不光投票，还会写判词，这是什么？是，这
对，这个本身美国法律肯定没有那么快了。各位大法官对于焦点案例的判词也挺有看点的。等他们判完了以后，这个我觉得这个过程中还会有很多的，这个叫什么呢？还会有非常多的视频可以做出来啊，大家反正慢慢聊就好了。用律师费续命啊，TikTok 可以续命的东西很多。看看小乌托邦的节目，说抖音能风靡世界，全靠它的推荐算法，比其他短视频上瘾。这套算法是字节的核心机密。就算现在把 TikTok 封掉，但是不把字节的呃得不到字节的算法，其他短视频平台也无法做到 TikTok 这种程度。我觉得呢，这位小乌托邦呢，应该不是圈子里的人。对，这个让你上瘾的算法其实有的是啊，这个是地方呢，我们还是要承认，谷歌也好，Meta 也好，还是要更强的。字节真正强的地方其实不在这儿，字节真正强的地方是，它在一个广告非常贫瘠的地方，然后做出了像这个一些很奇葩的变现方式，而且让它跑通了。什么呢？就是说你可以通过像星图或者什么这样的方式，让用户自组织啊，然后我们重新形成这种信任关系，然后在这种信任关系里头，然后让这个整个的商业进行运转起来。这个对于像谷歌和 Facebook 这种，我完完全全就可以靠打广告就可以挣回钱了的这些老大公司来说，它是永远做不到这一步的。所以呢，就是在前期推荐这件事情上来说，我并不认为这个 TikTok 就真的比YouTube 或者比这个 Instagram 强。它的推荐算法真正强的地方不在这儿，它的推荐算法强的地方在于它很灵活而且可以非常快捷、非常灵活的响应政府的各种号召各种命令、各种眼神它都可以搞定这个事儿。这个事情呢，对于谷歌和Instagram 来说，他们是搞不定的这个 TikTok 确实强。但这事儿你说有多光荣也没有多光荣，他们真正强的是后面的整套的这个叫做经济体系，对吧？我可以让任何一个想打广告的人自己到流量池里边去找到人，然后自己去达成交易，然后我们去监督履约，对吧？然后让大家都满意，而且让流量上升，这个事儿是他在这种最贫瘠的土地上才可以练就的本领其他人没练过。内涵段子被封杀的时候，没看字节跳动这么努力啊。对呀，内涵段子封了就封了呗，对吧？打卡，感谢，点赞了没有？来晚了时间赶快去点赞啊。那是因为字节知道内涵段子救不回来，讲法的地方和讲核心价值观的地方有本质的不同。你说什么我没听懂这个 iPad Pro 美国起售价$999，到中国卖8998999这个太奇怪了。15 Pro 是999，这个我觉得不用太担心。现在 iPad Pro 在那个哪儿来着？拼多多上已经开始享受100亿补贴了，直接减1000块钱，对吧？所以这个iPad Pro 在中国已经开始打折了不过港版免税6999还是挺香的。刚刚去淘宝看了一下，港版256已经被抢光了。这个关键没啥用，这东西完全不关心就现在厨子的恶心刀法以及 iPad OS 在生产力方面的羸弱表现让我对新的 iPad 系列完全不感冒。是的，我觉得还是老老实实的去上 MacBook Pro 吧。我举一个案例吧，你比如说我的 MacBook Pro M2 Max，对吧？然后呢，它在跑大模型的时候，风扇会响它会呼呼呼的吹它。而 iPad Pro 上面是没有风扇的，虽然它加了散热，但是依然没有风扇。这个你的 M4，你说你做的再好但是有一个东西是不变的，就是等你把这些数算出来，你还是要耗这么大功率，你还是得发这么多热的，对吧？那你没有风扇的情况下，你光是靠一些别的散热能力，你咋弄对吧？我是不信这玩意儿的。所以像我们好多人说你到底30403090、4090还是什么4060什么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不关心我我们只关注你这显卡到底是多少功率的您说的国内手机能用的模型有豆包，还有什么来着？
豆包儿，然后 Kimi，通义千问，这个叫什么？灵异万物，然后灵异万物它叫什么？反正他们也做了一个。然后百度呢叫文心一言，这太多了啊，多的一塌糊涂。这个我反正 Kimi 是在用啊，但是我在本地可能豆包用的多一点儿，这个以后有机会再去做。然后，我准备从这一周开始吧，在这个会员频道里慢慢会更新一点点这个 AI 工具使用课程。可是流沙这个裙子是这次各方评价最高的，是我觉得那姑娘也好看啊，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儿。这个，这个流沙裙子呢，这个就是它整个被搬上去这个过程，是吸引了无数的目光，对吧？吸引了无数的播放。驴牌啊，LV 对，驴牌。他们会有2套裙子，一套用来爬楼梯，进入会场之后会换一套舒服点儿的吃吃喝喝，第二套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它那个流沙裙子好像是上去了以后就剪掉了一截儿，就当第二套使了吧？还是又换了一套？没太注意啊。突然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今天谈 TikTok 围观的人数和留言都不多，是不是证明老范的关注群跟 TikTok 没有交叉呢？啊，这个也无所谓了。我觉得呢，这个是这样，就是 TikTok 最近呢是就是热点太多了啊，就是前头甭管是法案去通过，然后签字，这个呢其实已经都录过节目，然后这一次呢去开始上诉了，大家呢觉得上诉就上诉呗，然后等结果就好了，对吧？可能好多人没有那么关心这个事情。再次点赞，感谢。这种按钮会这种按键会旷日持久，应该是会旷日持久。我觉得只有老大不掺和，这个案件还能打。这个这种事儿，老大的事情咱决定不了，对吧？估计这种从巡回法院开始，比从县法院开始的案子拖的时间会短一些，这个肯定的。而且这个只要是说花钱这件事儿，对吧？这个TikTok 就不怕谁啊？他不是说他比这个美塔有钱，不是说他比谷歌有钱，而是字节跳动舍得花啊，这个他手里还有利润，对吧？到最后真的是他敢花钱，那边都不一定敢拿着。你想他每年在这个美塔上花掉的钱可能几亿美金或者是十几亿美金都会有那说今天我们不花这笔钱了，我把10亿美金堆这儿，谁帮我把这官司打赢了？没人敢收这笔钱，太高了。期待的 iPad mini 没来啊，我对 iPad mini 没想法。一直不知道 iPad 怎么用基本上就是看剧，我也是基本上就看剧。All in Podcast 公布了一个话题清单，很多敏感话题在 TikTok 上无法发布，比如涉及 HK 的话题。这个我觉得是这样你知道 Zoom 是怎么被封掉的吗？这个 Zoom 是一个他是个美国人的创始人，但是呢，他是个华裔这个人我印象里是个华裔吧，他应该是生在美国。他呢一开始也是这个在美国跟中国两地去运营，后来呢上面也是有一些会议这种会议呢实际上是半公开的会议被中国政府要求关闭然后他就给人会议室给关了。然后这些人呢，就跑去美国政府说你这个我在这儿开着会呢我也是你的付费的会员结果你应外国政府的要求把我的会议室关掉了这个事儿是不行的，对吧？那么这件事情来说呢就可以证明说他是受了外国政府的这个胁迫，对吧？然后呢，Zoom 就被美国政府处罚嘛，处罚了以后呢，他处理的方式就是中国市场我不要了我就以后老老实实做海外市场中国这市场后来一开始是分开的，是 zoom.cn、zoom.com 然后后来呢说中国市场干脆就不费劲了，因为他跟那个腾讯会议跟钉钉他打不过，因为疫情期间咱都全免费嘛，他也受不了说这事儿不干了，然后呢他就再也没有封过这些话题。那么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话题，比如说涉及某一些特殊的话题发到这个 TikTok 上了被封了，你可以去举报说你看
你因为中国政府干预，你给我封了。那么 TikTok 需要干嘛呢？TikTok 需要拿出证据来说，不是因为这个政府管你而是因为你违反了我的哪个规定，比如说你骂人了你血腥暴力了你这个明显的是这个做了一些这个歧视性的言论这个东西我可以封你。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有举报我这收到了投诉达到多少多少以上我给你做了一个什么样的限流处理，它可以做这样的，就是它可以证明说这件事跟政府没关系这个你听明白了吧？看 TikTok 看的疲劳了有一种爱我不爱我这样的来回拉扯，那折腾呗。证明了 TikTok 还是被中国政府控制，数据都会被中国政府看到因此有数据安全问题。这个事儿你还是要去怎么说呢？你要证明这件事你不能说中国政府不喜欢的内容它不见了你就认为它被控制了，这个是不对的。咱们举另外一个案例吧，你比如说在 Twitter 上，就是大量的比较右翼的言论都是直接会被干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右翼的言论上来以后会被大量的举报投诉投诉完了以后呢，他们还说你这个说话说的对吧不够艺术对吧？说的很赤裸裸，很这个叫做什么呢？就是仇恨言论歧视言论，说了很多这样的东西，就是擦边的事情。那么这个因为很多规则就是这样，它在那儿，它并不一定执行，但是在，对吧？你如果有人举报，它就执行了或者举报到多少人以上就执行了。所以就当时很多人说这个美国的各种媒体都是被左翼控制的，因为左翼相对来说比较擅长于利用这些规则，有很多规则是他们自己写的。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自己说话呢，也会说的相对的柔和一点点，或者稍微的圆滑一点点。那右翼呢上来可能就说的比较冲说的比较直接，然后就容易被封但你能说这个美国这些社交媒体就被左翼控制了吗？对吧？你也不能这么乱讲，对吧？没有证据。迷你在赛道上没有对手好吧。我虽然对这个 TT 感兴趣，但是自己没有这个软件，也不看倒不是真的讨厌它，而是对这个东西太上瘾了。这个东西上瘾的不是一般的上瘾，不让看的 TikTok，趁早死了的好讨厌它这个没必要。抖音也上瘾我其实一般不怎么开抖音，但冷丁开一次就能刷半天。相比而言，更大体量的微信视频号和这个支付宝这个短视频，我连打开都不想打开。是的，我是视频号基本上不看的油管上评论审核对简体中文就特别严格，各种无端吞评论这个类似微博只有自己看得到，各大平台合规审核都很严。最近吞的特别多这个为什么呢？是这个谷歌在上 AI，因为原来呢是这个它比如说做这个过滤词你只要不说这几个词，绕来绕去的，你还是可以说出话来的。但是上完 AI 以后呢，就是我觉得我的评论区已经变得平和很多了现在没有人骂我了。这个，所以它确实是吞了非常多的评论。我不懂技术根据从商业产品成功的逻辑以及 UXD 方面来判断，算法是产品成功的关键但不能有决定性因素。UXD 有一个方法叫做钩子模型吧，俗称上瘾模型，应用非常广泛，从互联网产品、游戏到这个品牌营销都有应用。再厉害的技术也是基于营销和成熟的方法论，洞悉用户需要，抓住商业机会才是产品成功的关键。这个事儿这样，就是说，抖音呢，你基本上或者抖音包括 TikTok 吧，你基本上可以认为他们的推荐算法相对于这个YouTube，相对于 Instagram 来说，你可以认为它是个半成品。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这个东西天天改，不停的改，改得非常快。这个 YouTube 它也改推荐算法，但是它那个玩意儿大概每个月能改一次就到头了因为它人也少，这个改一次以后呢，它也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来收集数据。而抖音这个东西真的是这个可能以小时为单位来进行修改和调整，所以它的推荐算法本身并没有那么强但是呢，它改的特别灵活。
比如说今天他发现大家都在做一个事情，啊，他就会想办法把这些人干掉。为什么呢？他要尽量的让手下的这个，流量啊分散掉，啊，不要集中在某个别人手里面去。所以他不停地在干这个事儿，而且他也要不停地造英雄。所以抖音的推荐算法其实是一个人质，或者叫半自动的一个推荐算法，它有一个巨大的运营团队在后面。你比如说他发现说，哎，最近怎么大家都在干一件事儿呢？这个比如说吧，中国的抖音上面最近大家就是都在讲什么？他说我是房地产经纪人，我在这个成都啊给人做房地产经纪，然后有人来去看房，然后有一个人死活不说话啊，这个一个女的带她老公来，然后发现老公一张嘴，发现日本人啊，说我这民族情绪一下就上来了，我生意不做，我也不能招待日本人啊。然后就所有人都在录这一个视频啊，这个我在成都，我在广州，我在武汉，我在什么地方，就是我民族情绪上来了。然后他们投诉我啊，说我服务态度不好，投诉就投诉了，我这生意我就不做了，对吧？这故事肯定从来没发生过，但是大家就要蹭这个流量，那么抖音会在第一时间发现这个问题，啊，可能在这个1、2个小时之后就发现了，发现完了以后马上调算法，调完了以后这些东西就不见了，对吧？这个是抖音能干的啊，而这个事情在 Instagram 上，在这个 YouTube 上都干不了，所以他没那么多人，对吧？他也没有这么多的能力去做这件事情。我对猫片上瘾啊，经常在推特上一看小半天啊，后来发现很多都是从抖音搬运的，是这样的。现在是 TikTok 需要政委，如果 TikTok 无法政委，他现在是这样，就两边都没法争。就是呢，美国政府也没法证明 TikTok 干了坏事 TikTok 呢也没法做出任何证明，让美国政府相信他没干。啊，这个是现在的问题，不是说我现在需要谁的问题。因为这也是头一回嘛，就是以前也没有说我把哪个媒体干掉了，然后你来证明一下这件事儿，而且再加上 AI，再加上推荐算法这么复杂的东西，大家也搞不清楚怎么弄。我刷几条就烦了，比较喜欢看长视频，好吧？看长视频你要老老实实在这边看我讲故事吧。怎么看 B 站现在推广的付费看视频的模式？感觉用户愿意付费的全都是擦边露肉的视频，好好一个正规平台，为了挣钱成拉皮条的了。也不怕网信办搞净网行动嘛？我觉得挺好的呀，这个你愿意看这个东西有什么问题吗？对吧？这个就跟那个椰树椰汁儿似的，啊，每次放这个，从小喝到大，对吧？这个该大的大，该小的小，然后男人有男人味儿，女人有女人味儿，这个椰汁儿就应该有椰子味儿，这有什么问题？反正每年啊，或者每过个2年给罚个几十万，然后人家这个审美也不改，接着干，对吧？这有什么毛病吗？我觉得没什么毛病，对吧？我觉得这个，之所以大家都去看擦边露肉，是因为这个其他地方没有擦边露肉可干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原因。如果大家这个每天，走到大街上都是比基尼，都是擦边露肉，然后这个所有的东西放的尺度都比较开，他就不会这么干了啊！你要这么想这个问题，越拦着越想看。油管如果早一点做一个单独的短视频平台，会不会好点？没戏啊，这个事儿他们真做不了。就这个事情，只有在这个就是有抖音的平台才可能把它做出来啊，显然做不出来。中国政府不喜欢的内容看不见，只是小问题。根据党支部喜好暗中推流限流才是最大的问题。但是问题这事儿你也没法证明嘛，这都是玄学。这个油管把很多我关注的中文小姐姐封了啊？是吗？没注意啊。相对的，非中文小姐姐活得很好啊。这个是这样啊，就是很多中文小姐姐的账号呢，其实是中国自己的一些这种运营号，他们是刷量啊，刷量被封的。视频号也是越来越像抖音了。这个呢，其实是这样，就是说啊，我们原来讲说所有的叫做什么呢？社区必须要有自己的调性，如果形不成自己的调性，就会被其他的社区彻底碾压掉，等于就相当于是文化入侵似的。那么最终你的整个的创作过程，整个的这个风向标就都会被别人带着走。所以只要抖音跟 TikTok 在，Instagram Reel 和这个 YouTube 就玩不起来，对吧？为什么呢？因为调性被抖音和 TikTok 给洗了，他们形不成自己的调性，包括视频号也是这样的。
而且大家以这个印度为例，印度是早早把抖音封了，把快手也封了。然后呢，Instagram 和这个 YouTube 进去使劲的收割，割不上来，为什么呢？它只能让大家来看短视频，而短视频背后的整套商业模式它做不起来，因为以他们的人员组织方式来说，是跟这套整个体系不兼容的，对吧？它没法弄。大主播经常被限流，是的，这个其实也是为了他们好，长太大了以后容易出事儿。这种剧本真的很好笑，有什么好笑的？各地使用同一个剧本，是啊，它有流量就行，大家就是看流量嘛。打擦边看擦边视频，我越看越愤怒，凭什么都穿着衣服擦边？对啊，不穿衣服直接被封了呀。B 站又不是第一天搞擦边了，就是啊。中文平台比较重运营，三班倒人力成本低，灵活性更强，哎，这个才是真正的。可以随时吹热点，也可以随时掐风险。对呀，你如果今儿出了事儿，然后你没有人值班，对吧？那这事儿谁受得了？抖音管得严，看看快手全是擦边，对，快手确实擦得多。有所不知啊，漏到什么程度是有标准的。哎，我被油管吞了很多评论，呃，而且分号，我其中一个号几乎过半评论被吞，根本没有违规内容啊。这个是这样啊，就是大部分人的分号是没法逃过油管的监控的，油管会直接把你各种账号标记成关联账号，因为你越是在关联账号上来回去发评论，他就越会封你的内容，因为他认为你这边这个点了个赞，那头戴了个口罩回来又点了个赞，你像作弊的人，对吧？所以对于你们这样的评论，哪怕你可能对于别人来说说同样的话没事对于你来说你说这样的话一定会把你封掉。这个就是你分账号，可能反而是你这个评论被删的多的原因这个你要想想清楚为啥所谓擦边就是在作死边缘疯狂试探，是的。我把穿衣服擦边的都举报了，太不专业了。哎，这个何必为难他们呢？大家都不容易，对吧？说下最近外资回流港股的事情呗。这个呢不太确定啊，有的说是外资在回流，但是也有一些人说是，内地的很多资本在出去。人是有归属感需求的，为了特定的目的制造出来的影片流量因此而生像是爱国影片这种，哎呀，还有抗日神剧最近在健身房边骑车边刷抖音，确实上瘾，1个小时一下就过去了，毫无感觉。我去健身房都是刷一集美剧就是可能40分钟，美剧刷完了，我就从椭圆机上这个一身大汗的溜下来是这样。好这个我们讲第二个故事第二个故事，OpenAI 的色识 GPT 是不是值得期待呢？这个在刚过去的一周里头，不停的有消息出来说，OpenAI 要憋大招了OpenAI 这大招要下来了。有些人呢猜测是 GPT-5，有些人呢猜测是色识 GPT，而且色识 GPT 呢是什么呢？就是 OpenAI 自己做的智能搜索引擎这个如果这种东西能出来的话，大家还是蛮期待的，而且写着说这是准备把这个谷歌让它寿终正寝掉这是要掘谷歌的坟了，你要这个 OpenAI 自己做这个色识 GPT 了这个事儿不行了。那么关于 OpenAI 的色识 GPT，在坊间呢一直在传据说是已经在做灰度测试了。灰度测试是什么？就是我们选一部分用户来测，而且呢，据说为什么在这个礼拜传这么多？说今天发，明天发，然后好像前面是说5月9号发，一开始说5月7号发，今天是5月10号也没发，然后现在大家普遍认为是下个礼拜发为什么呢？因为到2024年的5月14号，谷歌 I/O 该开了谷歌 I/O 就是每年谷歌会开一次开发者大会。那么呢，大家一般认为说 OpenAI 你如果真的想发搜索产品的话，你应该赶在谷歌 I/O 之前发呀，对吧？5月14号
你哪怕我13号把它发了啊，我就恶心死你，对吧？这个你不能像华为似的，对吧？这边苹果发着 iPad，然后那头他也去发他的 Pad，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华为 Pad 到底长啥样啊？这个真的是估计是他自己觉得他已经可以跟 iPad 战一仗了啊。然后啊，这个后边一段时间就是5月份以后啊，这都是这个每个月都有开发者大会。5月份是谷歌 I/O 啊，6月份呢是这个 WWDC 啊，就是苹果的叫世界开发者聚会啊。然后呢是后边应该还有什么微软的呀，什么一个一个去开去啊，Facebook 也都会去开啊。这个现在每个这个大厂都会去给自己开一个开发者大会。那么 AI 搜索到底算不算是杀手级应用呢？因为 AIGC 啊这个东西出来以后，大家说这个东西到底什么是杀手级应用？为什么大家都不觉得这东西是杀手级应用出来了？啊，大家注意，每一个新的技术、新的这个设备出来以后，一定要有一个杀手级应用。啊，你如果没有这个杀手级应用的话，这个东西推不起来的。我记得 iPad 刚出来的时候，它的杀手级应用是什么呢？叫捕鱼达人啊，或者叫深海水族馆啊，是叫这样的一个产品啊。这个当时大家都喜欢啊，还有一个叫 Field Runner 还叫什么的一个游戏。我们当时很多人买 iPad 1代的时候，都是为了打那游戏啊，实在是好玩。然后现在 AIGC 这么长时间了，你说我跟他聊天算不算杀手级应用？真的不那么算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跟他聊天的时候啊，你发现聊一会儿啊，眼前一亮啊，很惊艳，但是呢，深入进去以后啊，又感觉了不太对劲儿啊？为什么呢？啊，这个原因很简单啊，就是 GPT 这个东西啊，它的能力太宽泛了，哎，啥都可以来一点儿，具体深入呢又不行啊。我觉得这点很像我啊，你问我什么事儿，我都可以给你怼两句啊。然后呢，你这个跟我深入一下，你给我讲一下这个算法到底应该怎么调一下，对吧？这个数据应该如何去标注，可以让它提升一点点的这个输出的这个性能，对吧？这事儿对不起，我还真不知道，对吧？那咱就实话实说嘛。啊，这个其实才是 GPT 到现在为止比较难出杀手级应用的一个核心原因，因为你要深度使用才能有留存嘛。你想一个应用成为杀手级应用的前提是什么？就是大量人使。大量人使是什么？就是大量的新人进来，而且还要一直用下去，对吧？它要有新增，有口碑传播，还要有这个留存。GPT 呢就属于有经验啊，然后呢就很漂亮这个东西，然后呢也有口碑传播，大家都在说这事儿。但是它留存特别差，因为你任何事情你深入的用下来以后都觉得不是很顺手啊，而且很多深入的问题啊，使用者自己其实说不清楚啊，我也说不太清楚，我到底让你干一个什么？因为你靠语言描述这个事儿其实是很难的啊。就是很多人说啊，你看 Sola 怎么样了？这个可以直接做视频了。我说来，你去看电影，看完了以后回来，你用语言把这电影给我描述清楚了。啊，这个所有人看完了以后就说这怎么可能呢？这谁可以用语言把一部电影描述清楚？我说对啊，我说你说都说不清楚，凭什么让人给你画明白呢？对吧？这个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 AI 搜索算不算是这个里面的杀手级应用呢？其实已经有一点点苗头了啊，终于这个杀手级应用要出来了。啊，大家注意啊，真正的 AIGC 干的活儿是什么？叫内容生成 GC 嘛，它是这个内容生成。但是内容生成呢，它就可以随便的瞎编啊，它就可以产生幻觉，可以胡说八道。在信息大爆炸的时候，其实你做出那么多内容来是没有人看的，对吧？那么内容获取才是可能更多人愿意在里边去付钱、愿意去使用的一个功能啊。那么现在最好的AI 搜索工具叫什么？叫 Perplexity AI，应该这么念吧？我不会念啊，Perplexity 啊，不对啊，Perplexity 啊，大概是这样，叫 Perplexity 啊，算了，不跟你们费劲了啊。这个是现在的现象级产品，月活用户已经增长到1000万了啊，这个其实蛮高的了。当然你不要去跟 TikTok 比啊，TikTok 光在美国就有1点几亿的这种月活用户，对吧？全球可能有接近10亿的月活用户，对吧？这个产品呢，现在是有1000万月活用户，但是在所有的 AI 产品里已经算很好了，除了最前面的，比如 ChatGPT 它比不了之外啊，剩下的可能就它算是好的了。
这个4月份日活还增加了33%，就是它增长还很快。现在有260万日活用户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数据，就是它等于1/4的月活用户都日活了这个数据很好。1月份刚完成了 B 轮融资，当时的估值达到了5.2亿美金，然后 B 轮呢融了7360万。4月24号传出消息，又做了一个 B 加轮就是又拿到了6300万美金，然后呢，它的估值超过了10亿美金，正式跨入独角兽的行列了这就是刚才咱们讲这个 AI 搜索工具。前面2022年9月成立的拿了310万美金的种子，2023年的3月拿了2560万美金的 A 当时的估值是1.5亿，就是它融得很快。你想从2022年9月份成立的到现在，也就是不到2年的时间现在都 B 加了，等于种子这个 A、B 加融了4轮了这个融的是非常非常快的。而且今年呢也开始有收入突破了1000万美元大关它靠什么玩意儿收钱呢？一个月交20美元订阅费但是所有靠订阅费收钱的这些公司，基本上没有盈利的肯定是入不敷出，这个是没有任何办法的。Bing AI是我用的最多的 AI 产品，就是也是算智能搜索吧。但是呢，Bing AI 并没有撼动谷歌的市场份额很多人说Bing AI 出来以后，谷歌你不行了，但其实谷歌的搜索份额是在下降，对吧？我看最新的大概4月份的一篇文章写的是，谷歌的搜索份额是从93%下降到90%跌了多少呢？跌了应该算是5%还是几吧，大概跌了这样的一个数。然后呢，这个 Bing 的搜索份额大概是从2点几现在涨到3.6了，对吧？那涨的肯定更多嘛，因为谷歌原来实在占的太多了，对吧？所以 Bing AI 还是用户量在上升，所以有了2个前面的案例一个叫Perplexity AI，一个呢叫 Bing AI，然后发现这个东西真的好使。那 ChatGPT 说那我也来一遍呗 ，OpenAI 说我也干，对吧？那么 AI 搜索跟传统搜索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个技术上的 AI 搜索其实并不复杂就是基本上还是传统搜索技术它呢是结合基座大模型的 AI agent， 它实际上是一种 AI agent 的典型应用它先干什么呢？首先是一个让用户提问题你先说你要问什么事儿你要告诉我，告诉我完了以后呢，我要去判断你到底要问什么，要有一个意图判断，这个在搜索引擎里其实是很难的就是当他问了问题以后，我来判断他到底想问什么。然后再往后呢是进行传统搜索你要把这搜索引擎调出来，要么调 Bing 的或者调一些其他的搜索引擎，你把它搜一下，搜完了以后呢，总结搜索结果，然后再按照要求拿大模型去生成然后呢进行延伸的搜索引导说你搜索了这些问题以后，你再问点什么。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它是聊天式的，你搜索正常搜索是什么？你有一搜索框，搜完了，啪一回车出一堆结果，不满意怎么办？然后我在这个结果里头再改这个这个框，然后再啪一回车，又出一堆结果，对吧？两边是不挨着的，就是说叫几次搜索之间是没有任何关联的这个话应该说的是比较正确的。但是呢，这种 AI 搜索是通过聊天的你搜完了以后说，这是你要找的东西吗？好像还差一点哪一部分已经是了，哪一部分还差那么一点点，请给我向哪块稍微调整一下，然后它会不停的去调整这也是 AI 搜索干的比较有趣的一个地方。但是 AI 搜索也有很大缺陷什么缺陷？它慢，对吧？这个正常的搜索是非常快的，你这边一回车，那边东西就出来了AI 搜索是相对比较慢的，你需要打完回车以后，然后在这慢慢等一会儿，然后再蹦噔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那么在用户行为上呢 ，AI 搜索的用户其实要比普通搜索用户要更理性一些，提的问题呢也更有深度。AI 搜索的人更喜欢去问一些什么科技新闻时事新闻这个时事事件或者是这个科学研究这个健康养生学术文章或者是包括旅行建议，对吧？他会问很多这样的东西包括怎么减肥他会问这个。而正常的搜索引擎上问的最多的是什么？这个可能会出乎你们想象百度原来我们公司招过一个百度的员工，就问人家说百度里边搜索频率最高的词是什么呀？说百度搜索引擎收到的搜索频率最高的词是百度2个字大家很多人拿到这个浏览器以后，先会写百度2个汉字，然后打一回车，
然后呢，再在百度搜索引擎里头点击最上面那个链接，再进去。为什么呢？他搞不清应该怎么进到百度里边去，而百度呢又花了钱，在各个这个浏览器里面都把自己设置成默认搜索引擎，所以呢，地址栏里写百度俩字，啪一回车，它就自动的调到百度搜索，然后搜了百度俩字出来了，对吧？他说这个是最多的。然后我说那第二个呢？天气预报啊，这个就是整个的搜索引擎类的前2名，一个是百度2个字第二个是天气预报那么这个在现在了，在这个大家去做AI 搜索了，就很少有人问这么无聊的事情了那么他们一般是什么呢？就是先提问，提完问以后不断的修正，真的是要有一些东西说我想出一个小文章了，想出一个一个什么样的这种提纲了，他才去问 AI 搜索，否则的话他们是不会去跟 AI 搜索去耗这个耐心的但商业模式上 AI 搜索跟传统搜索是完完全全2种不同的商业模式。传统搜索是不要钱的就是你在搜多长时间他不会让你要钱，他找谁要钱？他是收广告费的你想排前面吗？交钱你想排在这个搜索结果旁边吗？交钱，对吧？它是这样的一种方法。而 AI 搜索呢，全都是付费，就是你1个月花$20原来还有人说谷歌也准备上这玩意儿微软准备上这个东西，然后这个刚才咱们讲的这个Perplexity它也是1个月$20，然后呢，包括这个叫做什么 ChatGPT， 如果它上了叫 SearchGPT， 肯定也是收费的那么这个是完全2种不同的商业模式因为什么呢？就是谁给钱我们就冲着谁家去，对吧？如果是客户给钱，我们就首先满足客户需求，然后给客户最好的搜索结果。如果是广告主给钱，那我们一定是要让广告主多露出，对吧？为什么是广告主多露出呢？因为他这个工作方式是这样，就是广告主会搁一笔钱在谷歌那儿或者在百度那儿搁在那儿了以后呢，它是按照露出的次数来消耗你的这个预算的你如果始终不给人露出来那这个预算就消耗不掉它是这样来去付整个的运作起来。然后在社会层面呢，也是有一些差异因为传统的搜索引擎呢，仅仅是信息的搬运工，对于信息本身是不负责任的我给你是真消息还是假消息，还是什么样的消息都无所谓，对吧？像百度原来都是卖假药后来有一次李彦宏说这个你怎么卖假药李彦宏说我现在别说假药了，真药我也不卖这个就属于很冷血，人家真的需要去咨询医学问题的时候，就是为了他自己的名声，他连真药他都不卖，对吧？这个反正资本家的就这样吧。李彦宏反正也是有一点这个确确实实是一个技术宅男他觉得这个事儿他说出来挺自豪的真药我都不买更别说假药了他就没想到你作为一个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来说，你传播正确的医疗知识，它不是你的责任吗？不是你的义务吗？他没想这个事儿他是为了我的名声真药假药我都不卖了这个搜索引擎真正对于信息负的责任是什么是排序我给你一大堆的这个搜索结果以后，到底谁排前头谁排后头，这是搜索引擎能决定的。但是人家网页上写的到底是什么，是真是假，是对是错，这个搜索引擎是决定不了的然后，但是智能搜索这块就不一样了，因为智能搜索最后是给出一个最终答案来，对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甭管你搜出来的是什么，然后你拿这个东西去给人答案，那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个过程，对吧？因为你最后是要为你给出的唯一答案去负责任的。而且基座大模型还经常产生幻觉，对吧？这是智能搜索引擎需要承担比这个普通搜索引擎更大的社会责任的地方那么 AI 搜索在这一块呢大家其实相差并没有那么远刚才咱们讲的那个叫Perplexity然后包括这个Bing AI，包括国内的，比如说文心一言、通义千问、Kimi 都算是在做这个综合搜索，他们都做搜索那大家差在哪儿呢？第一个差的是内容理解上这会有些差异，因为有的时候你提了一个很长的问题以后，他理解不了。第二个呢是这个底层搜索引擎这块其实都差不太多因为都不是自己做的，对吧？要么调谷歌的，要么调 Bing 的，或者调一些这个。比如说你调这个字节跳动的，也有一些自己的搜索引擎，你可以去调它。然后呢，这个内容总结和分析的能力，包括避免产生幻觉的能力呢，基本上看底座大模型的你说我这底座是 GPT-4我这个底座是这个 Cloud 3我这个底座是一个比如说字节跳动做的云雀
啊，那它最后出来的东西就完全不一样啊。最后呢，才是叫内容输出和内容可控。哎，我希望它输出一个这个党建文章啊，我还是希望它给我输出一个这个什么小红书的爆款文章啊，这个呢也是要去看一下它这个最后文章生成的这个能力了。那么 Search GPT 也就是 OpenAI 的 GPT 这个智能搜索，大家对它期待的是什么？有可能会有什么东西呢？第一个，从意图理解上GPT-4一定是最强的，这个没什么好说的。第二个呢，就是上下文交互这块它应该做的还是不错的，因为正常情况下，这种智能搜索它不会给你做太多轮次的上下文交互。为什么呢？因为它那个基座模型都是别人家的叫包括 Perplexity它的基座模型是 Cloud 然后呢，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塞的那个文字太多了进去以后的话，它太贵，对吧？它是要收钱的，那边是按 token 找它算钱的所以它不会有非常长的上下文来去沟通起来那么在这个 OpenAI 自己做的话，那么它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上下文的极限稍微突破一点点可以让更多的轮次去聊天而且呢，OpenAI 呢有可能会采用多搜索引擎结合，对吧？不是光用 Bing 的，它肯定是要用 Bing 嘛。这里头有一个大的痛点，就是智能搜索。虽然我们讲了半天智能，但实际上干活的还是原来那个搜索引擎，甭管是谷歌的也好，还是 Bing 的也好。那么会受什么影响？会受到搜索引擎排序过程的影响。就是我们比如说要求 Bing 给我返回10个答案来，然后 Bing 返回的还是它排好序的10个至于第11个是什么，永远不知道，对吧？它是这样的，这对于智能搜索是有极大的局限性的所以呢，这个 OpenAI 据说是采用多个搜索引擎多个搜索引擎一起干活的话，就会有多个排序方法出来那么再往后呢，就是它有可能会有多模态搜索。现在虽然谷歌、Bing 所有的咱们现在常见的搜索引擎都是有多模态搜索，就是你可以给以图搜图给它一张图让它理解，给它个视频让它理解都是可以的。但是呢，AI 搜索一般没加这一块为什么呢？因为成本太高这些人现在挣不出这么多钱来那 ChatGPT 它有的是钱那让它干吧。然后信息的筛选和验证这件事儿可能GPT-4也要做的稍微好一点。什么叫筛选和验证？你就想吧，我今天先让 Bing 给我了一个10个这个结论但是谁是真的，谁是假的？这10个结论之间有可能会有矛盾的，我到底信谁不信谁那么这件事儿呢，要靠 GPT 去搞定那么我普遍认为 OpenAI 在这块还是比较厉害的。然后后边这个持续的磨合逐步的掌握用户习惯这一块呢，也是可以去预期的。为什么？现在 GPT-4你去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已经说了，说我现在要跟你干嘛呢？就是要长期收集你的使用习惯了，对吧？你可以把这个选项关掉你要不关掉的话，它就会长期收集你的使用习惯，然后未来让这个 GPT 越来越懂你这个应该也会加入到Search GPT 里边去。而且据说呢，它使用多个大模型，包括像 GPT-4 Lite包括像 GPT 3.5的一些小一点的模型，对吧？它可以让整个的内容生成的过程变得飞快不像原来这些你问他点什么事儿还得想半天这块是大家可以去预期的。但是呢，要想清楚一个事儿是什么？用的人多了都快不起来，对吧？不可能说因为我算法好就能快有一个东西叫算力强嘛，就是你撞到算力墙上了，就都慢慢来吧。后边呢就是多语言输出了。多语言输出这件事儿呢，我相信大家也好理解嘛。就为什么呢？就是现在对于大模型来说，翻译这个肯定都是做的很好的，要比传统的这些谷歌翻译、并翻译其实做的要好一些。那么既然你让 GPT 去干这个事儿，说来你给我搜索一些什么东西，其实我们现在在这个叫 Perplexity，然后包括像 Bing AI 里头，你去搜索的各种内容，它经常会去找英文网站找到了以后再翻译成中文，然后再总结出来给我，对吧？这个其实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对吧？这个 GPT 上来或者 OpenAI 上来一定会做得更好。那么 Search GPT 呢，对于未来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会不会干掉谷歌？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想的有点太多了没有那么容易了。至少这个谷歌有可能会死，但是应该不会死在这次就是不是今天，也不是明天这好像是这个叫什么《权力的游戏》里的一句话那么谷歌呢，应该也会把自己的AI 搜索做出来。
谷歌的 Gemini 大模型做的其实还可以啊，因为我最近也用了不少，然后用完了以后呢，他们现在并没有把这个 Gemini 模型放到这个谷歌搜索里去，为什么呢？因为它商业模式是理不顺，谷歌80%多的收入来自于搜索广告，你把这种 Gemini 大模型放进去了，等于你一下你的成本就上升非常高，因为谷歌的搜索用户量很大嘛，上升了以后你还挣不回钱来了，原来那广告费你收不到了，这个事儿是有问题的这个。那么这个 GPT 上来以后呢，就是 Search GPT 上来以后，Bing 的使用量还是会上升的为什么？因为这个 Search GPT 底层会调 Bing 的这个搜索引擎所以 Bing 的这个还会上升一点点。那么传统的商业模式呢，并不会彻底被颠覆，为什么呢？因为搜索排序这件事儿还是搜索引擎干的。你比如说，我今天向 Bing 交钱我要求搜索的时候我出的钱头行不行？Bing 可能不会收这个钱因为他自己现在因为微软也不靠这玩意儿挣钱。百度是会收这种钱的谷歌应该也不会收这个钱。对，谷歌收的钱是说我可以给你打广告，但是那个广告呢，我是不会给你出现在这个什么呢？搜索结果栏里的，而是出现在搜索结果栏的右边或者是搜索结果栏的第一行我给你出现在这里，对吧？那么这个呢如果是出现在最上面这一行，我估计应该还是会按照这个搜索的这个输出给它输出出来那么这个商业模式依然是可以去运作没有彻底崩塌。后面苹果呢也还是希望可以收到谷歌搜索引擎绑定的这个费用，谷歌每年会给苹果好大一笔钱，干嘛？就是你默认使用我的搜索引擎你只要默认使了我就给你钱，对吧？它这个是苹果还是想挣的，未来都是收$20的，那你说收了$20，苹果说我收30%行不行？征你个苹果税，对吧？那大家肯定不乐意，我这儿还这个揭不开锅呢，好不容易收了$20，你还收了30%走$6那是，对吧？这个事儿受不了不干。所以苹果呢也不一定是希望把他们拎进来去收这$6，而且我相信这个$6绝对没有谷歌分给他的钱多。谷歌这个钱是怎么分的？他是说，苹果用户因为使用了谷歌搜索引擎点击了广告，然后呢我挣到的广告费我按照一定的比例分给苹果，它是这样来分的。你想你拿了个手机，你肯定每天经常的看，不停的点完了以后，等于你会不停的给苹果制造收益这个还是这个钱多钱少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 Search GPT 出来以后，订阅 OpenAI 的人一定会上升但是这个即使上升 ，OpenAI 也不可能靠这玩意儿盈利想都不用想。然后Perplexity 吧，还是这么念吧，这么别扭这个词这种创业公司估计就要完蛋。对吧？因为这个OpenAI 自己做了Search的这个引擎以后，那么大家就反正你像我已经每个月交了$20给这个 OpenAI 了，那我就老老实实接着用不就完了吗？对吧？它一定会是变成这样的那么其他那种再想靠这玩意儿挣钱的这些小型的创业公司，哪怕它现在到独角兽了后边都日子不好过当然了，国内肯定该用不了还是用不了这是必然的这就是我们可能对于这个Search GPT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念想，就到这儿了。好，这是今天的第2个故事希望下周我们能够看到 Search GPT 发布吧。我来看看，国外平台不是不想学 TikTok， 是实在学不来，成本遭不住。是的。Facebook 年轻化焦虑很多年，在 TikTok 进入美国之前，都学了好几年没学到精髓，一开始以为是算法，但核心还是运营能力。我觉得这个事儿呢，还算我觉得是扎克伯格自己的问题。因为我是这个 Musical.ly 的最早投资人嘛，所以我是知道的，他们最早的理想就是卖给 Facebook，然后想了很多年，说我们想卖给 Facebook，Facebook 为什么还不来买我？对吧？然后这个我们真的想卖给 Facebook，然后 Facebook 就看不上它，然后等到现在了，对吧？30年河东，30年河西了，然后 Facebook 需要再重新费劲再把这个市场抢回来。20年前，美国舆论认为他们退出我们科技就会趴掉，并且当时国内电脑都没有怎么普及，互联网市场很小，他们不愿意因为配合我们得罪西方那边政客。这个没看懂这句话这个话怎么写的怪怪的
FB 上很多女号来加，声称自己是做数据中心提供云技术，这是什么意思？没看懂啊，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跟大家讲一个那什么吧，这个在叫什么上，呃，闲鱼啊，就是卖二手货那闲鱼上，然后呢，你们去搜什么呢？吉安特自行车，然后你会发现很多的美女在上面卖吉安特自行车，这个可能800块钱一辆或者二手吉安特，或者是900块钱一辆。然后呢，有些人就在下头喊：“哎，发个照片让我看看车。”然后那美女就给自己拍个自拍照发给你，是吧？这个你自己想她在干嘛吧。为什么不引进国内牛马去当今时代华工呢？这个他们搞不懂啊。其实华工去的时候，他们也挺害怕的。为什么呢？就是一帮中国人去，对吧？也不讲英文，然后呢，这个死了都要运回国去，然后只去男的不去女的，然后所有人都是这个衣锦还乡，然后回国去娶老婆，娶完老婆以后也不带到美国去，对吧？还是留在中国这个养育子女，对吧？这个他就觉得中国人就压根儿没有惦记说这个在美国建设都是想着这个落叶归根，而不是像这个新加坡那个总理讲的时候，我们要落地生根从中国人这个时候不想这事儿，所以这个新华工这个他们也蛮矛盾的。灰度测试是不是有点类似游戏的内测？还不太一样，还不太一样。游戏内测呢有什么删档不删档？他们很多灰度测试里头还有很多 AB 测试在里面，就是他东西没做完。感慨想起日本的国民聊天工具 LINE 是韩国做的，对，说卖就卖立刻就卖给日本了，都不挣扎一下这个就不了解这个事情了。水果忍者愤怒的小鸟这个是游戏。谷歌退出当时是因为放出了一个派系的很多黑资料，然后谷歌遭到了黑客攻击。当时这个事情还很大，西方要求谷歌不要配合中国。当时谷歌评估中国的市场积累就迁移到香港了。这个事情呢，反正永远也不会有一个公开的透明的说法。这个谷歌这个事儿，我呢是通过一本书这本书在中国大陆是可以买到的，就是谷歌重新发明公司那本书里写了一个解释我基本上还是信那个的。既然你在大陆可以正式的这个出版发行，对吧？那而且是谷歌自己的人写的我认为那是一种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说法吧。不可能 TikTok 自己的人在坡县都不愿意当牛马，对，只有在我们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是这样的，才能当牛马。是的，油管分几个号，因为各自关注完全不同类型的内容不想乱七八糟混一起。油管可不这么想，油管一定觉得你在作弊太可怕了！1/7世界人口这还去掉了中国13亿之后拿到10个亿的月活。是的，TikTok 是非常吓人的一个数据。第一遍其实念对了 ，perplexity， 好吧，这个遇到绕口长单词，可以从后往前念 city perplexity 还行还行还行。但是这种词反正我是比较费劲这个是我发完这条英语留言后马上后悔了，职业病发了。没事这个我不介意TikTok days numbers， 这个每个单词都认识，串在一起没串出什么意思来。用 ChatGPT 做用户和专业 AI 之间的桥梁就很好了。我觉得对于绝大部分用户来说，最大的问题是不会问具体问题，对，他真的说不明白，这个挺难的。我并不讨厌抖音，但绝对讨厌百度，并不是因为他们公关不讨喜，而是这个产品太垃圾，让我到愤怒的地步。
最后再跟大家吐槽两句百度，好吧？那等把这个念完吧。Edge 整合的Copilot 很好用，适合看各种英文新闻，让 AI 中文解读重点就行了。是的，这个确实好用。这个在百度里搜热词，前2页都是广告。在莆田医院出事之前，百度都不给打广告标准啊，这个打广告标注啊是。A 股注册制真的死透了吗？这个不知道啊。这个人家现在还叫注册制，人家叫知错改错而不是认错啊。这个中国向来都是这样的。我知道这事有问题啊，我也改了，但是呢，我不承认这事错了。你就跟现在似的，缺人了，对吧？但是呢，我们没有说计划生育有问题啊，也没有说我们要放开计划生育，说我们现在允许你生仨啊，你生到4个我照样罚你啊，它是这样的。感觉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很难发展得好。前几天用通义，不管是聊天用的通义千问，还是图片生成的通义万象，敏感词汇过滤，很多词汇根本输入不进去，非常影响使用体验啊。我这个怎么说呢？我用通义千问用的非常爽啊，但是我不在通义千问的网站上用，我是在美国的云服务器上，然后用通义千问的这种开源110B 的模型，哇，那个是太好用了，绝对不比 GPT 3.5差，可能接近 GPT 4的水平。A 股以后大概率是分猪肉卖地图，这个不好说吧。马上去下闲鱼，你准备去卖自行车吗？这个国内前段时间有一个叫 Meta 搜的 AI 搜索非常好用，大家可以试试。主要是基于学术搜索，写研究报告非常有用，整理知识库也是可以的。搜索结果会总结基于论文或专业渠道文章的概要，有思维导图，所有引用内容都会列出来。是的，Meta 搜确实非常好用。对，这个 Meta 搜呢，它的创始人叫民可瑞，然后呢，最早是在上海的一个公司里边做自然语言处理，然后我记得我是在2014年，对，我那时候2015年吧，大概是。然后呢，我在猎豹移动，然后呢，这个接到命令，必须要去投资一个做 AI 自然语言处理的公司。因为我自己一直是这个，业余时间会写程序，然后我就在调用这个民可瑞他们做的这个，当时的分词就是分词程序，我是调他们家的。调完了以后，我觉得很好用，然后我就从北京飞到上海去找到民可瑞，然后动用这个3寸不烂之舌，然后把他忽悠到北京来创业来了，忽悠到北京上班来了，当时还没创业，当时他是跑到猎豹来入职了。然后等我离开猎豹以后呢，他大概比我晚走了大半年。然后呢，他去做了密塔搜，对吧？所以你举这个案子是原来跟我还是算是我朋友做的，对吧？然后我们也替他打个小广告，密塔搜确实很好用啊，这个没有任何好说的，对。然后当时他离开猎豹创业的时候呢，富盛是给了钱的，投资了他。这个他当时最主要的投资者是什么呢？是一个大的律所，是中国可能第1大、第2大的律所。然后给了钱，主要干什么呢？就是做这个叫助理律师，就是帮律师去整理案卷。那都是在，应该是在2016年、2017年的时候，那还根本没有什么 AI 这些都没有，他就开始在这个圈子里做。所以他是这个圈子里老运动员了，非常了解他们到底要什么。就为什么他会把学术文章整理这么好？你像一个助理律师，我现在要给这个大律师整理案卷了，那我一定要有出处，什么案子哪年怎么判的，然后当时争议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判的，他一定是写的很清楚的。所以这个东西最早是给律所用的，现在给这个拿出来做密塔搜。中间有一段时间他还做一个产品叫密塔写作猫，就专门给大家写公众号文章，这都是在 AIGC 出来之前的产品。杀手应用确实对设备销量影响巨大，一直觉得 Vision Pro 累死累活搞恐龙演示视频，还不如和泰勒·斯威夫特合作，
里面内置一部身临其境的演唱会视频，这个我觉得啊，这种东西什么呢？呃，还是要色情啊，这个成人内容才是杀手级应用。那句英语翻译过来就是 "TT 都数日子过了，想吃点啥就吃点啥吧。"哎，他是干的就是这么活儿。对，他就是想吃点啥吃点啥，而且我一定要吃的痛快的死，啊，绝对中间不委屈自己。收购剧院属于拥抱传统产业，回归实体经济嘛。这个得看你那儿合不合法啊，只有不合法的生意才盈利，合法的生意大家只能卷。啊，且用且珍惜啊！看他最后的表演，应该叫闲鱼自行车都是个体户，好车都是经过熟人介绍找经理。我朋友说的，啊，你朋友就是你吧？19年用过他们家的写作猫啊，当时是市面上免费的，很不错，写稿子啊，校阅很方便。可惜当年没有 AI 加持，其实当年后面也是 AI，但是它没有这么大的模型。闲鱼是个很神奇的平台，各种干不下去处理商品，音箱、电脑、健身器材，但我从来没在闲鱼上成过任何单，呃，全都是一个剧本啊。这个我是闲鱼知道，但是没法弄。Zoom 是生在山东啊，就是那个人啊，我以为他生在美国呢。穷人还是首先考虑性价比，闲鱼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这个反正我对闲鱼的使用效果一般啊，不是特别好。Zoom 创始人还是生在国内的，好吧，感谢。听着美的朋友们啊，点赞啊，点赞点赞，对对，这个一般说我朋友说的都是你自己啊。最后跟大家吐槽两句百度吧，百度呢，今天早晨李彦宏发出来一个内部信息，说是啊，我们又这个跟这个叫什么HR 开了一个小范围的会啊，然后在这个会上，李彦宏说了，说只有优秀的员工才可以代表真实的百度啊，只有优秀的员工才可以真实的代表百度，大概反复强调了一下优秀员工以及真实的百度啊这样的两个关键词或者真实的代表百度啊来回串来串去。然后呢，HR 的负责人，我估计应该是总监吧，HR 应该是没有 VP 的啊，也是上来说百度的文化向来是简单可靠，对吧？而不是说啊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我觉得呢，他们讲的这两句话恰恰说明了啊，这个叫呃于静是吧？他是念于吧？对，好像是于静啊，讲的话是正确的，一点毛病没有，对吧？你想，只有优秀的员工才能代表百度，那么不优秀的呢？还是说所有的这个百度员工都优秀呢？对吧？这个事儿你说不明白啊，你这是矛盾的。你就跟这个二战的时候纳粹说，只有这个优秀的人才是雅利安人，对吧？那是生病的啊，这个有各种遗传性疾病的都送集中营了，对吧？这个李彦宏你说的话，这不是这个意思吗？啊，至于说他们这个人力资源，这个应该是总监吧讲的话，百度的文化是简单可依赖啊。什么叫简单可依赖？那不就是啊这位公关第一人讲的话吗？你家里的事别跟我讲，我就要一个结果。这话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对吧？然后他们今天还拿这个东西出来辟谣啊，还出来这个以正视听，说我们这才是百度呢，他讲的那个不是。我觉得他讲的真的就是啊，一点毛病没有，对吧？啊，你家里什么男朋友、女朋友，什么这个不好了，那不好了，跟我哭哭啼啼的，这简单吗？这一点都不简单啊，对吧？你可信赖吗？不可依赖啊，对吧？你家里有事儿了，你就没法及时交付你的任务了，怎么叫可依赖呢？所以我觉得李彦宏也好，还是他这个人力资源的总监也好，讲的所有的话，就是再一次诠释了啊，这个人力啊，就是他这个公关第一人所发出的这个视频里的这个调性啊，一点毛病都没有啊，这个真的是上边要什么，下头就给什么啊这个，而且现在这个于静呢也很神奇啊，就是有一些记者在抖音上发帖说，我从来没有搜到过他的内容，就是他原来还是写过一些东西的但是呢，在百度的搜索引擎里是搜不到的因为做过记者的人他是新华社的记者嘛
一定是会写很多稿子，而且现在这些稿子是要求终身都要跟着你走，而且是要写实名的不能用笔名因为要让你负责任让这个记者不敢胡说八道，对吧？也要给记者一个监督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这个说我们就找不到这个你这个在新华社期间写的任何稿件在百度里搜不到，但是在维基百科里头写过他写过什么稿子呢？他写过说是这个当时讲的是腾讯和腾讯当时可能是微信吧，和支付宝是不是这个藏污纳垢里边是不是有办阴嫖娼还是什么的事情，大概写过这种稿子然后因为这样的稿子写得好，然后被华为拎去了然后后来又被百度拎回来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是也是一个神人了。然后另外呢，他这儿还有几个信息了。第一个信息呢是这位姐姐是怎么说呢？她是应该对于我来说算妹妹吧，我管人叫姐姐，本人叫姥姥这位妹妹呢是在南方，应该是在深圳吧，上了海参哥的课，把自己忽悠瘸了这个海参哥呢是一个 MCN 机构里边的这种大 V专门跟人讲怎么做私域流量的他应该是前前后后花了几十万在那边去上课，上完课了以后呢，还要求人家帮他去做包装，帮他估计做各种账号运营最后呢就直接翻车翻在那儿了。而海参哥自己呢其实早就被全平台封号了因为他也经常靠这种就是很有争议性的话题来博出位的一个人他在这块是确实运转的很好，而且呢，这个怎么说，就是他不太适合于这种企业家去起号，或者说你可能一个小的这个，比如说我在县城里开一饭馆，你这么起号是可以起的但你作为一个百度副总裁，你要这么起号的话，肯定有问题的。所以这里头还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那个，你想咱们看到他正常的照片，其实是个圆脸你想，那毕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对吧？这个也40多岁了你不是咱们最后看到视频里那个样子，视频里那个样子应该是灯光、化妆加上美颜滤镜长了一个妖精脸这很尖酸刻薄的样子，就是那个人其实长得不那样，对吧？你看他正常的照片还是一个小圆脸有点婴儿肥的那样一个圆脸稍微有点发腮吧，或者叫。然后他还有人说他是在深圳注册了一个新公司这个公司是他跟他的下属一起注册的这种事情呢其实是很多的就是在很多的大公司里边都会干这个事儿，他也并不违规，他只要跟公司内部去报备就行了为什么要去注册这种号呢这种公司呢就是有很多账号要放在里头你放在百度公司里头它会有问题的所以你搁在外面的话是没有什么毛病这个像我们以前在很多公司上班的时候，自己也都会注册的公司，但这个公司不归我们管，就是这个公司就是虽然是以他的名字注册的他跟他的下属，他自己占了90%，他下属占了10%，对吧？整个公司的公章、公司的所有的这些手续、这些纸都是在百度手里的他自己是不会拿着这东西的这个所以千万不要说这个你看他早就想跑了，他想注册公司，他那个想跟百度分庭抗礼，想自己成为网红了以后跟百度闹，这个呢就是不太了解大公司的运作方式大公司这个下边这帮甭管是 VP 也好，或者像我以前是总监嘛这种是手下的这种公司都是很正常的千万别想这个事儿这个总的来说呢，这位公关第一人的事情呢现在是把百度又一次推上了风口浪尖但是百度这种名声呢，它也不缺这个，对吧？丢人就丢了，对吧？也不怕这一次了等着看百度下回什么时候丢人吧至于这个人以后怎么样呢？不知道以后再说以后的事情了。好这就是这个咱们又讲了一段百度的这个小的故事吧确实很蠢本来因为狼性文化挨骂了，结果这两句话非常的狼性，是这样的，绝对狼性热搜有人被辞职了那好吧，就这种人那怎么办呢？有朋友在 Discord 里说，老范支持内卷，至少在我的认知里，老范只是正视国内环境内卷的现实，谈不上赞同与否。或者说至少我是这么看的身在其中，想要生存下去，却不承认现实，其实在我看来，呃，应该叫略显恋情。
什么意思？听说这女的4月份注册新公司了，这个其实挺正常的。百度和华为这种常年跟政府贴得很近的公司，也染上了政府不在乎民意的毛病。他们所有心思都用在跟上面搞关系上啊，然后拿政府补贴和单子。至于民间口碑怎么样，他们是不在乎的。他们肯定也在乎，百度也不希望在那儿被骂。我记得有一段时间，百度的口碑特别差。然后我有一个以前同事，原来也在百度上过班，他就跟我讲说：“哎呀，那段时间活得可难受了啊。”他是个也是从外地来北京上班嘛，他说家里一打电话就跟他说：“哎呀，你在百度上班，你怎么样了呀？你是不是还行不行啊？你是不是在干坏事啊？”就是家里人，因为也听央视的嘛，央视那段人天天骂，对吧？我觉得百度不是狼性文化，是精英思维。哎，这个说的是对的，百度是精英思维。其实百度是一点都不狼性，狼不起来的。这么一群人啊，各种捅自己娄子的人怎么可能是狼呢？更何况百度的运营还特别迟缓啊，这个是真的说到点儿上了矫情矫情，对。他能在这个位置上证明公司认可他，他也认可公司的企业文化，本来就风评不好一身黑，还得挣扎一下。对，他肯定我感觉这种人其实不那么好开，就像他说的，他自己是公关出来的人，对吧？他出来如果给百度爆点黑料或者说点什么事儿的话，百度也受不了。所以呢，最后这一天应该是紧急讨论紧急讨论呢，就是肯定说，哎，我该给你的钱给到，但是呢，你该给我签的各种的免责书保密函什么这些东西都得签了，对吧？这个一定是最后一天在处理这种事情，而且我估计也还是做了很多努力，对吧？是看看能不能再耗下去，但是看来实在是耗不下去，那就如此呗。而且我觉得百度秒把它干掉，这个事情本身也显示了百度自己极其的没有担当，对吧？然后百度的文化，百度的这种就是完完全全不为别人着想的这个状态，也就是这样。国内除了百度，还有其他的搜索引擎吗？人在国外没有了解。其实国内搜索引擎，百度是一个了，360有一个，但360那东西其实也不太好使。然后我们在国内其实最主要用的是谷歌，谷歌因为我是能够使用谷歌的嘛，然后另外就是用Bing这个都是可以用的。按理说职业记者应该有受过很好的公关培训才是，这个但是他这个事情怎么说呢？我并不认为他的培训做得不好就是你真的是在一个大公司里做了几年以后，你会有很多那种就是根深蒂固，我就认为这样是对的，天经地义就应该如此，对吧？这个他这种就是你可能出来以后，你再把这个话再说一遍，别人能吓死。但是他在里头这么说呢，大家就觉得没什么毛病，他就把一些在里头说没什么毛病的事儿呢拿出来就说了，对吧？他可能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百度网盘真不要脸，哎，百度网盘还算好的，百度网盘是我用过百度最喜欢的产品百度我有2个产品很喜欢，一个是百度网盘，还有一个是百度地图百度口碑最差的时候是魏则西事件，对，魏则西那个时候是真的很惨。百度本来就是无耻的公司，哎呀，我觉得我们不要用道德去要求公司我这个反复讲过。但是百度呢，这个我只能说它蠢但是我从来不认为道德上有任何的我们有要求它的余地，所以被阿里和腾讯甩开了。这个倒不是道德的问题，我觉得还是他们笨。远看像狼，近看像狗，是的，可能连狗都不一定好使。口碑差了也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件两件，黑料太多了。是的，百度的黑料真的是多，草台班子。好有一说一，中国理工科学生里边计算机专业的人应该英语相对最好的。这个因为要不停的接触技术文档不一定，真不一定。百度在用户群体的口碑，有点像腾讯在游戏玩家的口碑一样一边骂一边用，有点吧。但是反正百度搜索我是从来不用的以前跟百度的人对接过，傲慢的像4线城市的公务员，我也跟百度的人对接过。
那极其的礼貌啊，在礼貌的同时，你能够感受到他内心中那种不屑，真的。我用百度地图多啊，高德常溜我几个地铁站啊，百度地图最多溜我400-500米啊，好吧。这个地图我是百度地图，因为它的界面我比较喜欢。好啊，那么今天的内容差不多讲到这里，明天应该会断更，让我休息一下。礼拜天的话，我尽量更吧。大概是这样啊，那么感谢大家收听，今天人少一点啊，今天也就是300来人。那么呃，这个蓝色光标去了周鸿祎这玩意儿太看不起咱们州的教主了。好，那么再见，大家周末愉快，结束。大部队明天要上班哦，明天要上班，那算了，让我休息休息。你们明天。